在我們大多數人的想象裡，一個人斷了氣，魂魄被黑白無常牽着，走過那條上不見日月下不見塵土的黃泉路，路兩旁開滿了血一樣紅的彼岸花。他一路走，走過忘川，走上奈何橋，喝下一碗孟婆湯，忘掉前塵往事，最後跪在森羅殿前，等着判官翻開那本厚厚的生死簿。這一生的善惡功過，早就一筆一劃記得明明白白，行過多少善，添多少陽壽，造過多少孽，受多少刑罰。殿旁還立着一面孽鏡台，你往那面鏡子前一站，這輩子做過的每一件虧心事，都會像放皮影戲一樣，一幕一幕重演出來，賴也賴不掉，藏也藏不住。照理說，這是一筆算得清清楚楚的賬，該上天的上天，該下地獄的下地獄。判官提起那支勾魂筆，輕輕一勾，乾淨利落。可偏偏就有這麼一個亡魂，讓那位執掌生死簿不知多少年的判官對着冊子看了又看，眉頭鎖了又鎖，那支筆懸在半空中，遲遲落不下去。為什麼？因為若是按照我們陽間所有人心裡對修行的那套標準，這個人的功德本該是一片空白。他這一生沒有吃過一天齋，人家逢年過節如素祈福，他照樣大魚大肉吃得香甜。他沒有拜過一次佛，村口那座廟香火鼎盛，來來往往的善男信女把蒲團跪得發亮，他一回都沒進去磕過頭。他沒有往功德箱裡丟過一文錢，沒有抄過一卷經，沒有念過一句佛號，更談不上皈依三寶、受戒聞法。你若是拿陽間那張衡量修行的考卷去考他，他幾乎每一題交的都是白卷。可就是這麼一個交白卷的人，當判官把他這一生放上那杆稱量功德的秤，秤杆卻穩穩地一路往上翹，翹到了盡頭，功德圓滿。這4個字，判官在這座森羅殿裡見過的次數屈指可數。要知道，這位判官掌着這本生死簿，不知送走過多少亡魂，每一個魂魄過來，都要先在望乡台上回頭望最後一眼陽間的家，再走到那塊三生石前，照一照自己的前世今生。多少王侯將相，多少贩夫走卒，都在這座殿前被那杆秤稱過。判官早就看透了，這杆秤最公道，也最無情。他不認你生前的身份，不認你的權勢財富，甚至不認你磕過多少頭，燒過多少香。可正因為看得太多，判官心裡才越發清楚，這杆秤其實只認一樣東西，那就是你這顆心，偏偏就是這一樣，最藏不住，也最做不了假。你這一生對人存的是什麼心，臨到這杆秤前，一兩一錢全都清清楚楚，賴也賴不掉。所以他才对眼前這個窮漢格外上心。一個心地能把這杆秤壓到圓滿的人，這顆心裡頭到底裝了些什麼？判官非要弄個明白不可。判官越看越糊塗，他掌管這本冊子這麼多年，見過的亡魂何止千千萬萬。有人一輩子吃齋念佛，臨了那杆秤卻紋絲不動；有人天天往廟裡跑，磕的頭比誰都響，功德欄裡卻空空如也。他早就看慣了那些嘴上信佛，心裡卻另有一本賬的人。可眼前這個是反過來的，這個人一輩子跟佛門沒沾過半點邊，那杆秤卻替他翹到了頭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更讓判官想不通的是，他分明記得，就在不久之前，有一位在陽間叱咤風雲的大人物，也是從這座殿前走過的。那位大人物一生篤信佛法，蓋過的寺廟數都數不清，供養過的僧人成千上萬，抄的經、鑄的佛像堆起來像一座小山。按理說，這樣的人功德該有多大？可當年他那杆秤翹起來的幅度，竟然遠遠比不上眼前這個連廟門都沒進過的窮漢。這難道說，這杆秤的根本就不是我們以為的那些東西？其實，關於這件事，10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人給過答案了，只是我們大多數人聽過也就忘了。那是南朝的時候，有一位皇帝
一輩子傾盡國力弘揚佛法，光是像樣的大寺院就蓋了將近480座。他還幾次3番捨身入寺，每一次都要滿朝大臣花費億萬錢財，才能把他從廟裡贖回來。可以說，論護持佛法的功勞，古往今來的帝王裡很少有人比得過他。後來有一位從西天遠道而來的高僧，也就是我們都聽過的那位禪宗祖師，來到了他的面前。皇帝滿心歡喜，把自己這一生蓋寺、寫經、度僧的功勞一樁樁一件件說給祖師聽，末了問了一句：我做了這麼多事，功德大不大？他滿以為等來的會是一句由衷的讚嘆，可祖師只淡淡地回了他4個字：並無功德。皇帝當場就愣住了，臉色也沉了下來。他實在想不通，我為佛門做了這麼多，怎麼可能沒有功德？祖師告訴他，你做的這些不過是人天小果，是有漏之因，就像影子跟着身形，看起來有，其實不是真實的功德。皇帝越听越不是滋味，話不投機，2個人就這樣不歡而散。這位祖師隨後渡江北上，在少林寺面壁，一坐就是9年。1000多年來，多少人替這位皇帝喊冤，覺得祖師這話說得太不近人情。可等到後來的6祖慧能大師出來，把這件事一語道破，我們才恍然大悟。慧能大師說，功德和福德根本就是2回事兒。蓋廟、布施、供養、造像，這些做出來給人看，看得見摸得着的善事，修的是福德。福德能給你帶來什麼？帶來人間天上的富貴榮華，帶來下輩子投個好人家，享不盡的好日子，這當然是好事。可它有個上限，它出不了3界，跳不出6道輪迴，它沒辦法真正提升你這顆心的境界。那什麼才是功德？後來有大德解釋得極為透徹，說功是修行的功夫，德是本性裡的德，功是戒和定，德是智慧。功德在哪裡修？不在外面，就在你這顆心裡。是你見到了自己本來清淨的那個心性，是你做善事的時候心裡乾乾淨淨，不執着，不張揚，不圖回報，甚至連自己做了善事這個念頭都不往心上放。那位皇帝壞就壞在，他做了那麼多，心裡卻一直記着、算着，等着這份功德。他是帶着一顆求回報的心在做，心一旦不清淨，功德也就變了質。有一句話說得好，你若是老想着自己的功德，這份功德當下就沒了；你若是把它徹底忘掉，它反而能保全。這位皇帝一輩子最放不下的，恰恰就是自己的功勞，所以祖師才說並無功德。還有一件事最容易讓我們看走眼，我們去到廟裡，常常會看见一個箱子，上面寫着功德箱3個字，於是很多人以為往那個箱子裡投錢，投的就是功德。其實這是天大的誤會，你投進去的那點錢，頂多算是一點福德，是替自己種了一點福田，跟真正的功德是2碼子事。真正的功德1分錢也買不來，它只能靠你自己這顆心一點一滴去修。這裡頭還有一個天大的分別，我們不能不弄清楚。修福德好比是替自己在6道輪迴裡掙下一份豐厚的家業，你下輩子也許能投生到大富大貴之家，享盡榮華，可你終究還在這個生死流轉的圈子裡打轉，福享盡了，該還的還得還，該輪迴的還得輪迴，一步也跳不出去。那修功德呢？功德是真正能讓你這顆心一點一點掙脫束縛，越來越清淨，最終跳出這個苦海的力量。一個是黃金打造的籠子，一個是打開籠子的那把鑰匙。你說哪一個更要緊？那位皇帝掙的是滿滿一籠子的黄金，而那個茶攤漢子，他一輩子沒攒下什麼家業，可他在不知不覺之間替自己磨出了那把鑰匙。你看，原來這杆秤從頭到尾稱的都不是你磕了多少頭，燒了多少香，投了多少錢，稱的是你這顆心到底修到了什麼份上。6祖慧能大師當年講功德，說的就更透了。他說，
念念之間沒有間斷，這是恭；心裡的行為端端正正，這是德；自己內心懂得謙卑，這是恭；待人接物合乎禮數，這是德；一刻也不離開自己清淨的本性，這是恭；起心動念都不被污染，這是德。你聽聽慧能大師講的功德，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字是關於蓋廟、捐錢、燒香的，講的全是你這顆心在每一個當下是不是端正，是不是清淨，是不是謙卑。若照這個標準去看，那個一輩子端端正正、清清淨淨、謙謙卑卑地對待每一個人的茶攤漢子，他的功德可不就圓滿了嗎？明白了這個道理，我們再回頭看那個讓判官頭疼的窮漢，事情就有意思了。判官心裡納悶，這個人一不吃齋，二不禮佛，三不布施，連福德都攢得不多，可他的功德卻圓滿了。這說明什麼？這說明他這顆心一定在某個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修到了極高的境界。可他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市井小民，既沒讀過經，也沒聽過法，他這顆心究竟是怎麼修出來的？判官越想越好奇，索性下了個決定，把這個人的一生從頭到尾在孽鏡台上重新放一遍。鏡子裡的畫面慢慢亮了起来。這個人的一生說出來實在平淡得很。他生在一戶尋常人家，從小家境貧寒，沒念過幾天書。長大以後，就在鎮子邊上支起了一個小小的茶攤，一張矮桌，幾條長凳，一口燒得咕嘟咕嘟響的大茶壺。南來北往的行腳客，趕集的莊稼漢，挑擔子的小販，都愛在他這兒歇歇腳，喝上一碗粗茶。他就這樣一碗一碗地倒着茶，一天一天地過着日子，一倒就是幾十年。一個鎮子上的茶攤，那是個什麼地方？那是全鎮消息的集散地，是所有是非恩怨匯聚的碼頭。誰家的媳婦不賢惠，誰家的兒子不成器，誰昨天跟誰紅了臉，誰欠了誰的錢還不上，哪一樁醜事，哪一段閒話，不是在這一張張矮桌上就着一碗粗茶，被人翻來覆去的嚼。換了旁人，坐在這麼一個天天有新鮮事聽的位置上，早就成了全鎮最靈通的包打聽，添油加醋，搬弄是非，那日子過得別提多熱鬧。可判官在鏡子裡看了又看，卻發現了一件怪事。這個倒了幾十年茶的人，坐在這是非的正中央，竟然從頭到尾沒有往這口滾燙的大鍋裡添過哪怕一句是非。判官心裡越發納悶，一個大字不識的粗人，怎麼能做到幾十年一句傷人的話都不往外吐？這份定力，就是修行幾十年的老和尚也未必有啊。直到鏡子往回倒，一直倒到這個人的孩提時代，判官才總算看明白了。原來這個人小的時候有一位極溫柔的母親，他母親是個外鄉嫁過來的女子，性子軟，話也少，偏偏就招了鄰里那幾張碎嘴的記恨。今天說他眼睛長在頭頂上，明天說他背地裡使壞，一句一句捕風捉影，越傳越難聽。那些話像刀子一樣，一天天割在他母親的心上。他親眼看着自己的娘，就在這些閒言碎語裡一點一點地枯萎下去，笑容越來越少，最後鬱鬱寡歡，早早的就走了。那一年他還小，可他把這一切全都刻進了骨子裡。從那天起，他就在心裡默默發了一個誓，這輩子他絕不做那個用嘴去戳人心窩子的人，他絕不讓自己變成當年那些殺人不見血的碎嘴裡的一張。鏡子裡第一個畫面浮了出來，鎮上有個年輕的寡婦，男人走得早，一個人拉扯着孩子過活。這樣一個孤苦的女人，偏偏又生得清秀，於是鎮上那些嚼舌根的閒人就編排出各種難聽的話來，說她水性楊花，說她不守婦道，說得有鼻子有眼。那些話傳到茶攤上，有人就等着看这老實人怎麼跟着起哄。他呢，只是默默地又給人添上一碗熱茶，然後慢悠悠地說了一句：一個女人家帶着孩子把日子過下去，
那是天底下最不容易的事。咱們這些外人，隔着一層看不真切，就別替人家添堵了。就這麼淡淡的一句話，硬是把那越燒越旺的火輕輕地按了下去。那個寡婦或許一輩子都不知道，在她看不見的地方，曾經有這樣一句話，替她擋下過多少明槍暗箭。鏡子接着往下放，鎮上有個讀書的後生，一連考了好幾回，回回落榜，把家底都考空了，人也一天比一天颓喪。滿鎮的人都在背後笑他，說這後生這輩子算是廢了，是個扶不上牆的爛泥，連他自己都快要信了。可偏偏就是在這個小小的茶攤上，這個灰頭土臉的後生能討到一碗不要錢的熱茶，能聽到一句不一樣的話。老實人對他說，我看你這人心思細，又肯下功夫，一時的成敗算不得什麼，路還長着呢，慢慢走，別急。就這麼一句話，讓一個原本已經萬念俱灰，甚至动過轻生念頭的年輕人，心裡那盞快要滅了的燈又重新被點亮了。再往下，鏡子裡出現了一個滿臉戾氣的老頭。這老頭一輩子過得不順，看什麼都不順眼，逢人就骂，走到哪兒把晦氣帶到哪兒，全鎮沒一個人願意搭理他。可他偏偏就愛往這茶攤上坐，他来了，張口就是尖酸刻薄的話，指桑罵槐，句句帶刺，就等着別人跟他吵起來。可這老實人任他怎麼罵，臉上始終掛着和氣，一碗接一碗的給他續着熱茶，末了還輕輕說一句，您老這一路走來肯定是吃了不少苦，才把這脾氣磨成了这樣。就這麼一句話，那個橫了一輩子的老頭忽然就紅了眼眶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原來這世上還有一個人願意把他的刻薄看成是一種吃過苦的委屈。鏡子還在往下放，鎮上有個好賭的漢子，把家產輸了個精光，妻離子散，成了人人喊打、人人看不起的爛賭鬼。他走在街上，人家都繞着他走，指着他的背脊，教自己的孩子說，你看，將來可別學他這樣。可就是這樣一個人，走到茶攤前，老實人也照樣給他倒一碗热茶，不多問一句，也不多看一眼，就當他是個尋常的客人。有一回，這賭鬼實在撐不住了，趴在矮桌上抹眼淚，說自己這輩子算是徹底完了。老實人只是給他把茶續滿，說了一句，人這一輩子跌倒了不打緊，只要還肯站起來，就什麼都還來得及。後來啊，這個賭鬼還真就把賭給戒了，重新做起了小本生意，一點一點把日子又過了起来。他逢人就說，是那一碗茶，那一句話把他從泥坑裡拉了出來。還有一幕最能看出這個人的心，鎮上有個潑皮，在他攤上白喝了好幾年的茶，賒的賬從來不還，末了不但賴賬，反倒到處敗壞他的名聲，說他缺斤少兩，說他的茶是馊的。這種恩將仇報的事，換了誰不得氣得跳腳，逢人就要把這潑皮的醜事抖個乾淨。可這老實人偏不，有人替他抱不平，當着他的面罵那潑皮不是東西，他反倒攔着，說算了算了，他也是日子過得艱難，才落到這步田地，一碗茶而已，就當是我請的。到後來，連那個潑皮自己都覺得臉上掛不住了，紅着臉把賒的賬一筆一筆補上，還當眾給他賠了不是。你看，這世上最難的，不是对喜歡你的人好，而是對那個傷害過你的人，依舊不出一句惡言。這個老實人連這一關都過了，判官看到這裡，心裡已經明白了幾分。可有一幕最讓他動容，鏡子裡這個老實人回到了自己家，他家裡窮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，換了別人一天累下來，火氣早就上來了。回到家難免要對着老婆孩子摔臉色，撂狠話。可這個人不，哪怕是在最窮、最難、最累的時候，他對自己的妻兒也從沒說過一句重話。孩子闖了禍，他不打不罵，只是蹲下來把道理慢慢講給孩子聽。妻子有了難處，他也總是先寬慰一句，別怕，有我呢，天塌不下來。
判官看到這裡才真正懂了，原來這個人的那份好不是做給客人看的，不是裝出來的和氣，他是打從骨子裡就沒學會用話去傷人，無論在人前還是在人後，無論對貴客還是對自家人，他都是同一副心腸。最後鏡子放到了他的暮年，這個老實人躺在了病榻上，油尽燈枯，就要走了。守在他床邊的不只是他的家人，還有鎮上一個又一個聞訊趕來看他最後一眼的人。那個當年的寡婦，如今兒女成群，日子過得安穩。那個當年的落榜後生，後來到底是熬出了頭，成了一個能替百姓辦實事的好官。那個一輩子沒人搭理的老頭，那個曾經妻離子散的賭鬼，全都來了，一個個握着他枯瘦的手，哭得像個孩子。他們每一個人心裡都清清楚楚，這個一輩子沒說過一句重話的老實人，曾經在自己人生最黑最冷的那個時刻，遞過來一碗熱茶，說過一句好話。而正是那一碗茶，那一句話，讓他們攢起了勇氣，把後面那麼長那麼難的一条路好好的走了下去。判官一幕一幕看下来，心裡漸漸就明白了，這個人一輩子說的其實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道理，全是些最寻常最朴素的家常話。可就是这些家常話，說在了最對的時候，說進了最需要的人心裡。一個快要沉下去的人，往往並不需要你為他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他需要的可能就只是在那個最冷的當口，有一個人願意對他說一句暖話，讓他知道這世上還有人拿他當個人看，還有人盼着他好。這個漢子就是那個總在最冷的檔口遞出一句暖話的人，他一輩子遞出了千千萬萬句。看到這裡，判官那支懸在半空的勾魂筆終於緩緩地放下了，因為他終於明白，眼前這個人究竟是在哪裡修下了那份連皇帝都比不上的功德。我們可能會覺得奇怪，不就是好好說話嗎？不就是嘴上積點德嗎？這也算修行，這也值當得起功德圓滿這4個字。朋友，你若是真正懂得佛門是怎麼看待我們這張嘴的，你就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了。佛門裡把一個人所造的業分成3大類，一類是身業，一類是口業，一類是意業。身業是你的身體去做的事，殺生偷盜这些；意業是你心裡動的念頭，貪嗔痴這些；而口業就是你這張嘴造出來的因果。佛陀把我們一生要修的善行歸納成最根本的10條，叫做10善。你猜猜看，這10條裡頭，光是管住這張嘴的占了幾條？整整4條。第一條，不妄語，不說謊話，不顛倒黑白，不拿假話去騙人。你想想，這世上有多少禍事都是從一句謊話開始的。第二條，不兩舌，不在這個人面前說那個人的壞話，不在兩邊搬弄口舌，挑撥離間。多少好端端的交情，和和睦睦的人家，就是被這種兩頭傳話的嘴活活給拆散的。第3條，不惡口，不說那些難聽的、刻薄的、諷刺挖苦、惡意攻擊，讓人下不了台的話。一句惡毒的話，就像一根扎進心裡的刺，有時候能疼上一輩子，拔都拔不出來。第4條，不綺語，不說那些輕浮的、油滑的、勾人心思、言不及義的廢話。你看，身口意3大類，總共10條善業，單單一張嘴就占去了將近一半。這說明什麼？這說明在佛的眼裡，我們這張嘴的分量遠遠超過我們自己的想象。我們不妨拿今天的日子一條一條對照着看，多少人為了一點蠅頭小利，就昧着良心說假話，這是妄語。多少人在這個地方說那個人的不是，轉頭又到另一個地方搬弄口舌，把好好的2家人挑撥得反目成仇，這是兩舌。多少人逮着別人一點錯處就冷嘲熱諷，尖酸刻薄，非要把人說得抬不起頭來才痛快，這是惡口。又有多少人成天把光陰都耗在那些油腔滑調、勾人心思、毫無意義的閒言碎語上，
這是奇語。古人早就勸過我們，看見別人的短處，要懂得替他遮掩，絕口不提，這叫隱惡；看見別人的長處，要真心替他傳揚，這叫揚善。一個能夠隱惡揚善的人，他的心自然而然就厚道了，就清淨了。而這正是那個茶攤漢子用一輩子在做的事。其實不只是佛门看重這張嘴，我們老祖宗也早就看透了。古人說，一句話能讓一個國家興盛，一句話也能讓一個國家敗亡，一句話能救活一群人，一句話也能斷送一群人。刀劍傷人，傷的是皮肉，那道傷口總有愈合的一天。可話語傷人，傷的是人心，那道口子往往一輩子都好不了。這張嘴看起来軟綿綿的，沒有一點鋒芒，可它一旦用錯了，比世上任何一把刀都更傷人。反過來，它一旦用對了，也比世上任何一劑良藥都更能撫慰人心。為什麼一張嘴要占這麼重的分量？因為古人有一句話說得極好，言為心聲。你嘴上說出來的每一句話，其實都是你心裡那個念頭的影子。一個心裡藏着惡意的人，他嘴上遲早會冒出惡毒的話；一個心裡刻薄成性的人，他說出來的話一定帶着刀子。反過來說，一個能夠幾十年如一日把每一句傷人的話都咽下去，只把善意的話說出口的人，他的心會是一顆什麼樣的心？那必定是一顆沒有惡意、沒有怨毒、乾乾淨淨、時時刻刻都在替別人着想的心啊。而這恰恰就是禪宗祖師和六祖慧能所說的那顆能生出真功德的心。你看，這就對上了。這個茶攤上的漢子，他這一輩子沒有讀過一個字的經，可他就用那幾十年成千上萬句的好話，硬是把自己這顆心磨成了一顆清淨慈悲的心。他沒有在嘴上念佛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整個生命活成了佛法本來的樣子。經書上寫的那些道理，他一條也說不出來，可他一條一條全都做到了。這叫什麼？這才叫真正的修行。其實佛门裡真正的修行人，管住嘴還不只是消极地不去傷人而已，更要積極地用這張嘴去成就別人。佛門裡有一種修行的法門，叫做愛語，說的就是要常常用柔軟、慈悲、真誠的話語去安慰別人，去鼓勵別人，去替別人化解心裡的疙瘩。菩薩度化眾生，靠的就有這一招。因為人心都是肉長的，你一句暖心的話，往往比什麼大道理都更能打動人，更能把一個快要走偏的人重新拉回正道上来。除了爱語，還要學會隨喜讚嘆，看見別人做了好事，得了好處，不但不嫉妒，反而由衷地替他高興，替他叫好。你別小看這一聲讚嘆，你能隨喜別人的善，你自己也就沾上了那一份善的光。你再回頭看那個茶攤漢子，他一輩子做的可不正是爱語和隨喜這兩件事嗎？他自己或許壓根不知道這些名目，可他一天一天做得分毫不差。說起來，管住這張嘴，恐怕是天底下最難的一種修行。你念經，念完這一卷就算圓滿了；你打坐，坐滿這一炷香就可以起身了。可管住嘴這件事是沒有盡頭的。它不在深山，不在古剎，它就在你跟人打交道的每一個當下。今天忍住了，不代表明天忍得住；對外人客氣得起來，不代表对自家人也放得下脾氣。它是一场一睜眼就開始，一閉眼才結束，天天都要重新來過的考試。你這一輩子有多少張嘴要應對，有多少句話要出口，這場考試就有多長。所以那個茶攤漢子才真正了不起。他這幾十年是把這場最難、最漫長、最沒有盡頭的考試，一場一場全都考了滿分。佛門裡有一部專門講這十善的經，叫做《十善業道經》。相傳這是佛陀在龍宮裡為龍王宣說的。這部經裡佛陀說得很清楚，這十善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往小了說，守住這十善，你下輩子至少能保住這個難得的人身；
甚至能升到天上去享福。往大了說，一路修上去，從声聞、缘覺一直到最高的佛果，全都是以这十善做根基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平常最容易忽略，觉得最不起眼的好好說話，其實是一條可以一直通到成佛的大路。我們很多人心裡其實都藏着一份隱隱的不安，總覺得自己這一輩子庸庸碌碌，沒讀過什麼經，沒做過什麼大善事，是不是就這麼白活了？是不是就注定跟功德無緣了？可這個茶攤漢子的故事，恰恰是說給我們這些平凡人聽的。他告訴我們，你不必有錢，不必有閒，不必有學問，你甚至不必踏進任何一座廟門，你只要守住自己這張嘴，把每一句傷人的話咽回去，把每一句暖人的話說出口，你就已經走在那條通往圓滿的路上了。這條路對誰都是敞開的，尤其是對我們這些最普通不過的人。還有一個細節特別能說明問題。我們都知道，佛有32種殊勝的相好，其中有一種叫做梵音聲，說法的聲音清淨而悅耳，能夠傳遍十方國土，人人聽了都生歡喜心。佛這副好嗓音是怎麼修來的？經上說，正是因為佛在無量劫裡，生生世世不妄語，不兩舌，不惡口，不綺語，從沒用這張嘴傷過一個眾生，才修成了這樣的果報。你看，連佛那32相裡的一項，都是靠一張乾淨的嘴，一句一句積攢出來的。那我們這個茶攤上的漢子，幾十年不傷人，只暖人，他在無形之中替自己攢下的，又會是什麼？說到這裡，還有一層更深的道理，我們不能不講，那就是這個漢子的善，是一種藏起來的善。400多年前，有一位讀書人叫做袁了凡，他年輕的時候遇到一位算命極準的高人，把他這一生算得死死的，哪一年考第幾名，哪一年當什麼官，活到多少歲數，命裡一個兒子都不會有，全都說得清清楚楚。後來這些預言一樁樁全都應驗了，把他整個人算得心灰意冷，覺得反正命裡注定爭也是白爭，索性連上進的心都沒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見了一位禪師，禪師點醒他，命是自己造的，福是自己求的，一個平庸的人才會被命數牢牢地拴住，可一個肯痛下決心，多積陰德，多行善事的人，這命是可以改的。愚昧的人認命，平庸的人拼命，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去改命。後來袁了凡就照着去做，發願要行滿3000件善事，每天把自己做過的善、犯過的過一筆一筆記下來，日積月累，果然他把自己原本注定短命無子的命硬生生給改了過來。他不但有了兒子，還活過了算命先生說的那個大限，多活了20多年。他把這段親身的經歷寫下來，傳給後代，成了一部400年來勸人向善的奇書。在這部書裡，他講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分別。他說，善其實分成2種，一種叫陽善，一種叫陰德。什麼是陽善？你做了好事，大家都知道，都誇你，都替你叫好，你當場就享受到了那份好名聲，這名聲本身就是你的回報，你當下就把它領走了。什麼是陰德？你做了好事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，沒有一個人看見，沒有一個人向你道謝。這一份沒被人領走，沒被人稱讚的善，才會被上天默默地記在賬上，一分一毫替你攢着，攢成日後的後福。袁了凡說得很明白，陽善想的是世間的好名聲，陰德才會得到上天真正的回報。而且他還提醒我們，名聲這個東西是為天地所忌諱的。一個人想的名聲若是超過了他真實的德行，反而容易招來意想不到的橫禍。真正厚重的福報，往往都藏在那些不為人知的陰德裡。他還在書裡講過一個故事，有一戶人家，祖上是靠擺渡為生的。有一年發大水，洪水沖垮了上游的房子，許多人和財物都被冲了下來。別的船家都忙着去撈那些值錢的貨物，
只有這一家的先人什麼都不撈，判了命的只去救人，鄉裡的人都笑他們傻，放着白花花的錢財不要，去撈那些不相干的人。可後來呢，這一家的子孫一代比一代興旺，出了好幾位了不得的大人物。這就是陰德的力量。你當下看不見他的回報，可他就在那看不見的地方，一直為你，也為你的後人默默地積攢着。袁了凡靠着行善，把自己一條注定短命無子的命都給改了過來。那我們這個茶攤漢子呢？他或許從沒想過要改自己的命，可他用那一句一句的好話，在不知不覺之間改的是別人的命啊。那個本該走上絕路的後生，命被他改了；那個本該一輩子沉淪的賭鬼，命也被他改了。一個人能把自己的命改好，已經很了不起，而這個漢子一輩子都在替素不相識的人改着他們的命，自己卻渾然不覺。你說這樣攢下的功德能不厚重嗎？現在你再回頭看那個茶攤上的漢子，他一輩子說過的那千千萬萬句好話，有誰知道嗎？沒有。他勸和了多少對快要散夥的夫妻，救活了多少個心存絕望的人，他自己都不記得，更沒有一個人替他記着，替他傳頌。他做的這些善，是天底下藏得最深、最不為人知的那一種。這是純而又純的陰德，難怪他那杆功德的秤會翹到那樣的高度。判官在聶鏡台前，本想替他把這筆賬好好算一算，可算着算着，他發現這根本就算不清，你要怎麼算一句好話，到底救回了多少條性命。那個被他勸住沒有走上絕路的人，後來娶妻生子，那一整個家，一整脈的子子孫孫，是不是都該記在他的功德簿上？那個被他一句話點醒重新做人的浪子，後來自己也去行善積德，那些善德又有多少該分他一份？一句沒說出口的惡語，攔下的是一場怎樣的災禍？一句說出口的好話，種下的又是多少代人的福澤？這一環扣着一環，就像水面上盪開的漣漪，一圈推着一圈，一直盪到他這輩子根本看不見的遠方去了。這樣一筆賬，別說是判官，就是把整座地府的算盤都搬過來，也算不清楚。其實袁了凡自己就有過這麼一回，他當年做官的時候做過一件事，替當地的百姓把一筆過重的賦稅給減了下來。就這麼一個舉動，後來竟被算作是抵得上10000件善事的大功德。為什麼？因為一件善事的分量有多重，不只看你花了多少力氣，更要看它到底利益了多少众生。減一次糧，惠及的是一方百姓，是千家萬戶。那麼我們這位茶攤漢子，幾十年來用一句一句的好話安撫過、點醒過、成全過的，又何止千人萬人？這樣一顆為別人操了一輩子心的心，這樣一份灑遍了半生歲月的善，他這杆秤能不圓滿嗎？我們把這個道理翻過來看，就更觸目驚心了。既然一張善良的嘴能積下這樣算不清的陰德，那一張惡毒的嘴造下的又會是怎樣算不清的惡業？佛門裡有一句很重的話，說在10種惡業當中，最容易犯也最損陰德的就是這張嘴。世上有太多的人，一輩子最大的過失不是殺人放火，而是管不住這張嘴，成天挑別人的毛病，揭別人的短處，逞一時的口舌之快，把惡口兩舌，其語當成了家常便飯。古人常說，靜坐的時候多想想自己的過錯，閒談的時候別去議論別人的是非，又說不要去說別人的短處，也不要去誇自己的長處。可惜這樣的道理能真正做到的人實在太少了。多少人造這口業的時候，圖的只是那一瞬間的痛快，卻從沒想過這一句一句的傷害，日後要用怎樣慘烈的果報去償還。佛經裡就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。從前有一群修行極高的出家人，其中一位負責看管財物的僧人，因為捨不得那些供養來的東西，對前來討要的同修動了嗔心，
罵了一句極難聽、極惡毒的話。就這麼一句話，這個人命終之後，竟墮入了最苦的阿鼻地獄，在那裡受盡折磨，經歷了整整92劫，才總算脫離苦海。一句話換來92劫的地獄之苦。你說我們這張嘴的分量重不重？其實這個道理不用等到地獄裡才懂，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恐怕都藏着那麼一兩句，過了多少年都還忘不掉的話。可能是小時候某位大人隨口的一句贬損，讓你自卑了大半輩子；可能是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某個人扔過來的一句冷言冷語，讓你在最深的夜裡一個人哭到天亮。你看，一句話的力量有多大，我們其實比誰都清楚，因為我們自己就曾經被那樣的話傷得那麼深。可反過來，我們心裡是不是也藏着另外一两句話？在你最灰暗的時候，也許就是某個人的一句你可以的，一句我相信你，像一道光一樣照進來，讓你一下子就有了撐下去的力氣。既然我們都嘗過被一句話傷害，也被一句話拯救的滋味，那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把那把傷人的刀遞到別人的手裡呢？說到底，我們每一次開口，其實都是在做一個選擇，是選擇把自己心裡的那點不痛快一股腦倒給別人，圖一時的痛快，還是選擇忍一忍，把它咽下去，換一句能讓對方好過的話。這個選擇看起來小得微不足道，可它一天要出現幾十次，一輩子要出現千千萬萬次。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我們這顆心是善是惡？我們死後那杆秤會往哪邊翹？其實就藏在這千千萬萬次微不足道的小選擇裡。那個茶攤漢子，他每一次都選了那條更難走卻更暖的路。而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，恰恰是一個口業可以被無限放大的時代。從前一個人再怎麼搬弄是非，也不過是在一條街、一個村子裡傳一傳。可是今天，我們每個人手裡都握着一塊發着光的熒幕，指尖在上面輕輕一點，一句刻薄的話，一條惡毒的評論，一段捕風捉影的謠言，轉眼之間就能飛到千里之外，被成千上萬雙眼睛看見。我們有沒有想過，在那些看不見對方的臉，彼此都不認識的角落裡，我們敲下的每一行字，其實也在一分一秒地替我們自己記着一筆看不見的賬。多少人躲在熒幕的後面，隨手敲出的一句話，就把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逼到了走投無路的絕境。這個時代把造口業這件事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，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可怕。可是換一個角度想，這又何嘗不是一個天大的機會？既然一句話能傷人於千里之外，那一句話同樣也能暖人於千里之外。當你在網絡上看見一個陌生人正陷在痛苦裡，你隨手敲下的一句鼓勵，一句寬慰，說不定就在那個你永遠不會知道的深夜，把一個正站在懸崖邊上的人輕輕地拉了回來。你按下的那個讚，你留下的那句好話，同樣會飛到千里之外，落進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心裡，變成一點微弱卻真實的光。我們常常覺得自己不過是個小人物，說的話沒什麼分量，改變不了什麼。可你別忘了，那個茶攤漢子也不過就是個倒茶的窮人，他這一生沒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他做的全是那些最不起眼的小事，倒一碗茶，說一句話。可就是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，日積月累，竟攒出了連皇帝都比不上的功德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善的大小從來不在於你這個人有多大，而在於你這顆心有多真，在於你有沒有把它一天一天地堅持下去。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握着和那個漢子一模一樣的東西，一張能說話的嘴，一顆能向善的心。所以說到底，決定我們造的是善業還是惡業的，從來就不是這塊熒幕，而是我們敲下每一個字之前，心裡那一念是善還是惡。那個茶攤漢子的故事放到今天來看，非但沒有過時，
反而更像是一句遲來的提醒。我們再回到地府，回到那位判官的面前，此刻他心裡所有的疑惑都解開了，他終于懂了，這杆秤之所以稱不出那位皇帝的功德，卻對這個窮漢的一生格外青睞。道理其實一直都很簡單，那位皇帝蓋了480座廟，可他心裡裝着的始終是自己的那份功勞，而這個漢子一座廟也沒蓋，一句佛號也沒念，可他這幾十年卻用一句又一句的好話，在人心裡蓋起了千千萬萬座無形的廟。他讓每一個從他攤前走過的人心裡都多了那麼一點點的暖，多了那麼一點點活下去的勇氣。廟說到底是蓋在哪裡的？是蓋在磚瓦木石上，還是蓋在人的心裡？佛究竟是供奉在那深山古剎之中，還是活在我們待人接物的每一個念頭，每一句話裡？這個漢子他不認識佛，可他這一生把佛法最核心的那點慈悲實實在在地活了出來。他從沒對人說過我在修行，可他每一天都在修。他從沒想過要成佛，可他離佛的那顆心卻比許許多多天天燒香磕頭，心裡卻算計不休的人要近得多得多。這讓我想起佛門裡一句流傳很廣的話：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，人人有座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。意思是說，你不必跑到多遠的靈山去求佛，那座靈山就在你自己的心裡，人人心中都有一座佛塔，你要修就對着自己這顆心去修。那個茶攤漢子，他這一輩子大概從沒聽過這句話，可他偏偏就是這句話最好的樣子。他哪兒也沒去，他就守着自己那個小小的茶攤，守着自己這顆心，把最平凡的日子過成了最扎實的修行。他不知道什麼叫靈山，可他早就在自己心裡那座靈山塔下修了幾十年了。原來吃齋也好，禮佛也好，念經也好，這些都是修行的形式，是幫我們把這顆心磨乾淨的工具。工具本身沒有錯，可如果我們只緊緊抓着工具，卻忘了它本來是用來磨心的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就像那位皇帝，他把蓋廟寫經當成了目的，卻忘了這一切原本是為了讓自己的心變得更柔軟更慈悲。而這個漢子，他手裡什麼工具都沒有，卻直接抵達了那個目的地。他那個小小的茶攤就是他的道場，他那一碗一碗遞出去的熱茶，那一句一句說出口的好話，就是他每天在做的功課。他這顆被幾十年善意反覆打磨過的心，本身就是一座圓滿的道場。講到這裡，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該停下來，摸一摸自己的心，問一問自己。我們總以為功德是一件很大很遙遠的事，是要跑到多遠的名山大寺去朝拜，是要一次捐出多大一筆香油錢，是要每天花多少個時辰去打坐念經。我們總覺得修行是修行，過日子是過日子，那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兩碼事。可這個茶攤漢子的故事卻告訴我們，也許最了不起的修行，恰恰就藏在我們每一天最平凡、最不起眼的那些瞬間裡。它藏在下一次爭吵時，那句已經衝到嘴邊，卻被我們硬生生咽回去的狠話裡。它藏在那條我們正想發出去，卻在最後一刻刪掉了的惡評裡。它藏在面對一個被全世界都看不起的人時，我們願不願意送上的那一句鼓勵裡。它更藏在我們每一次開口之前那半秒鐘的猶豫。我這句話說出去，到底是讓人心裡暖一暖，還是讓人心裡涼一截？你看，修行這件事，說難也難，說簡單也簡單。它不一定要你拋家棄業，遁入空門。它可能就是當你排隊排了很久，終於輪到你，店員卻手忙腳亂出了錯的時候，你把那句已經衝到嘴邊的責罵換成了一句沒關係，慢慢來。它可能就是當你的孩子考砸了，正縮在角落裡害怕的時候，你把那句你怎麼這麼笨換成了一句沒關係，這次不行，我們下次再來。
它可能就是當你看見一個陌生人在網絡上被千萬人圍攻，快要撐不住的時候，你悄悄留下的那一句“別怕，會過去的”。這些話不花你1分錢，不費你一點力，可他們一句一句都在替你，也替這個世界攢着看不見的福。我們每一個人其實從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都在寫着自己的那一本生死簿，只不過我們手裡握着的那支筆，不是判官的勾魂筆，而是我們自己的這張嘴，這一顆心。我們說出去的每一句話，都在為自己的那本冊子添上或善或惡的一筆。日積月累，幾十年下來，我們寫成的究竟是一本讓判官都頭疼的功德圓滿的善卷，還是一本連自己都不忍去讀的惡賬？其實佛從來就不在那遙遠的西天，也不在那高高的神壇之上，佛就在我們每一次選擇善良的那個念頭裡，就在我們每一句願意讓別人好過一點的話裡。這個道理，那個一輩子都沒進過廟門的茶攤漢子，早就用他平平淡淡的一生替我們參透了。其實早就有一位當代的高僧，把修行的道理濃縮成了最簡單的9個字：存好心，說好話，做好事。你看，這9個字裡，說好話就占了3個字，占了整整1/3。這哪裡是巧合？這分明是在提醒我們，好好說話這件看似最小的事，其實就是修行裡最要緊的一環。而這一環，恰恰是我們每一個人從今天起，從下一句話起，立刻就能開始做的。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深思，那個茶攤漢子人是走了，可他說過的那些好話並沒有跟着他一起消失，他們還活着。他們活在那個被他救下的後生後來造福的一方百姓身上，活在那個被他點醒的赌鬼重新撐起的那個家裡，活在一代又一代被這份善意悄悄溫暖過，又把這份善意繼續傳下去的人心裡。你看，一句好話原來是可以活得比一個人還長久的。我們今天說出去的每一句溫暖的話，說不定也會這樣，在我們看不見的往後歲月裡一直流傳下去，一直發着光。這才是一個人能留在這世上最了不起的東西。